大家好，我是道义文斌。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子。这个案例呢，非常多。这个方子呢叫什么呢？叫木防己汤。大师们对这个方子都很重视，用的非常非常多。但是呢，一般人呢，他特别是那个刚学经方的，或者是那些学生，他们呢往往会忽视这个方子。好，在说这个方子以前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中医的调理跟西方医学这种调理或者这种治疗它一个区别。我一直说中医呢，我们说象，就是中医，你比如说人就像一个盲盒一样，然后他不管你内部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是来看你的这个症状，从这个症状来入手。你比如说我头痛啊，我手脚冷我睡觉睡不好这个全部是人从外面能够看到的。那西医不同，西医它比较讲那个逻辑，它呢从那个人的身体的内部的结构，或者是这种比较微型的结构，然后呢从那个生理病理上来分析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病。这种逻辑呢依托于你对这个人体的认识。看上去西医非常有道理，所以你看那个谈论健康的节目，往往是讲道理的视频特别受欢迎，点击量特别高。然后很多讲中医的视频，他也去谈西医的这个内部的机理。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科学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有很多方面很发达，但是有很多方面实际上远远不够，发展的不够。你比如说对人体的认识来说，其实人类目前对人体的认识远远是不够的，所以这导致了什么？导致的就是那个你往往把这个病的机理说得很清楚，那实际上有可能并不清楚，因为很多的机理你不认识，或者很多的那种微观的结构，或者是结构之间的组合，这种组合你不了解，然后你以为自己分析得很透彻，然后你的处理方法往往是没有，那等于是零。中医不同，特别是远古中医来说，远古中医他不谈多，他谈那个症状，是吧？你这个症状，我给你加起来，一个人的症状往往不会超过几百个，我说200个吧，很少有人症状超过200个嘛，所以它比较简单。你想200个症状里面我去看嘛，通过这200个症状我去看看你身体内部的什么功能系统出问题，然后我们又远古经方有非常非常强大的方子，那我们然后去找一个，往往是中医调理，它看上去非常没有道理，但是他用这种看上去愚蠢的方法，非常非常好像小儿科的去找一个方子来，然后对你的身体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很多人现在不相信中医，因为你现在是在用的是十方，是大陆目前的学校体系教出来的中医，那些中医都是伪中医。你如果试过经方，你就知道远古中医是多么多么的强大。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方子叫木方己汤，你看它有多强大。好，我现在来转回来，我们说这个案例。这个人呢，50几岁，是个男的，他平时喜欢坐在床上。和我们来分析一下，喜欢靠着
喜欢靠在床上，不喜欢躺下来，说明什么？说明你有水湿。然后他眼睑非常肿，那也是有水湿。腰以下肿，那他这个说明水湿。这个人的水湿呢，其实是从外到内他都有。然后他有个非常一个强烈的信号，他的脉非常小，甚至于摸不到。这个说明什么？上次我们说过，脉血管它是厥阴系统。好，还有一个特征，他胃口差，他吃饭后不舒服。吃饭后不舒服，往往是什么？往往是心脏的毛病。然后肝肿大，你看看这个人，同时有心脏，同时有肝，那说明什么？说明是厥阴。厥阴有一个叫手厥阴心包经，足厥阴肝经，2个，你看看。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西医诊断什么呢？诊断它有心脏瓣膜疾病。心脏瓣膜，清楚了吧？它是属于血管吗？它也是厥阴。所以这个病，我们就认为它是个厥阴的病。好，厥阴的病呢简单，你到上海能去选一个方子来。然后这个人，我们还可以从血管的它的微观的去分析它。你比如说，它有4个药，木防己。一看到木防己，我们就要想到是血管的事。你比如说，有些人啊，我腋窝里面有点异物，腋窝里面啊，经常流很多汗。哎，腋窝它这里，它里面有血管，离表皮很浅，那这个人明显的是血管的事。木防己，防己这个一定要用。第二个，他用什么呢？他用那个，石膏。石膏呢，一切管道的人，它基本上石膏，它非常广泛，但是它往往偏于在管道外面。好，这个石膏。第3个要桂枝。桂枝实际上它在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一个血管壁的事。好，还有一个是人参。人参我们说，它看上去好像是个补药，对，是补药，但是它实际上专注于清理这个血管内部的事，不是血管内壁，是血管内部，大家要注意。所以你看这个方子是专门来清除血管内壁外面的事的，看清楚了。厥阴这个方子，病人吃了以后，特别是吃了几个月以后，效果是非常的好，非常神奇。你要记住一点，我最后检查一下，心脏病病人，如果他身体某个部位有水肿，记住，一个是心脏病，一个是水肿，这2个特征合在一起，那就是用什么？木防己汤，干脆利落，听上去没有道理，但是效果你以后你用了就知道。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